大家好，我是小印，欢迎来到我的知识区频道。之前的视频我们已经讲过了 OBS 的下载、安装、录屏以及如何获得一个比较干净的声音。上一个视频我们学会了如何让游戏声音、音乐声音自动避让麦克风的声音。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如何使用 OBS 直播以及如何进行绿幕抠图设置。我们用哔哩哔哩直播来举例，其他平台也是类似的操作。首先我们来做一些基础的设置，点击右下角设置，输出模式。如果是直播的话，就不要在简单模式这里设置了，在输出模式这里选择高级。Twitch VOD， 这个 VOD 在 Twitch 平台上直播才会需要的设置。我们在直播这里选择哔哩哔哩，这里就没有 VOD 选项啦。选择自定义，也是没有 VOD 选项的。选择 Twitch， 这里就出现了。Twitch VOD 默认是没有打勾的。如果你想在直播间给观众播放点音乐，但是为了避免因为版权问题而被消音，就可以把这个勾上。勾上后，我们看到第二音轨被选择了，上面直播选择的是第一音轨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来到主页，在混音器这一栏里点击下面的两个齿轮，音轨这里，第一列表示直播间的声音，第二列则表示直播存档影像的声音。如果你的存档影像不需要保存音乐，则在第二栏把音乐的勾选去掉。这时候如果你开启直播，观众是能在直播间听到音乐的，但是直播存档的影像是没有音乐声音的。我们再回到直播设置这里，视频编码器。关于视频编码器的选择，之前我们在讲使用 OBS 录制视频设置的时候已经讲过一遍了。这里我们首选当然是 N 开头的这个选项，不但能让你在直播时画面更流畅，画质也比较高。如果电脑没有安装独立显卡，那就选软件 X264 格式，这个是通过你的 CPU 来解码的，画质会比较高，但是吃性能。如果电脑 CPU 性能比较弱带不动的话，也可以尝试通过核显来解码。每台电脑配置的处理器品牌不同，所以这里的命名也会不一样。我们再来看看码率设置，码率和视频画质成正比，码率越高画面越清晰，但占用的网速也会越高，所以这个根据你的网络来设置的。如果你的网络好，可以设置6000，呈现出来应该会是 1080p 60帧的一个效果。如果网络不太好，那就设置4000，呈现出来应该会是 1080p 30帧的一个效果。当然如果你的网络非常好，设置9000、10000也是可以的。可能有的小伙伴会问，那我一定要设置10000吗？设置20000它不行吗？我想让观众观看 4K 的直播画面，是行的，但是你直播的平台一般会有一个最高限定值，像 B 站直播最高支持 1080p 的画质，但是还达不到 4K 的效果。其他平台你们也可以去问问客服，他们都会告诉你最高支持的码率。速率控制，选择 CBR， 速率会一直保持在下面码率设置的这个值，输出视频码率非常稳定，便于计算视频体积大小，提高压缩速度。使用 CQP， 就是画质只按 CQP 的数值来定义，18就接近无损画质，最高是51，数值越高画质越差。这个设置是完全忽略码率的，每帧图像都按照一个特定的 QP 来编码，不管录制还是直播，数据都非常庞大，是最不推荐的编码方式。VBR 指的是可变码率，它会在画面静止的情况下自动降低码率，在运动的复杂场景下会自动分配较高的码率，输出的画面清晰度比较高，且画质也比较稳定。但这种模式编码速度比较慢，可能会导致画面延时，不太适合直播时选用。
因此我们这里推荐选用 CBR， 码率选择6000。预设这里给的越高，画质越清晰，但是对应的硬件负担也会越高。而到 P6、P7 这个级别，呈现出来的画质其实已经差不多了，但是 P7 比 P6 带给硬件的负担会更大，所以这里推荐选 P6 就可以了。如果大家在直播的时候觉得卡顿，很可能就是这个级别给高了，那就到这里来调这个级别，一级一级的往下调试就可以了。多次编码模式，如果你直播一些高清的电影、动画、演示等内容，就可以使用2次编码全分辨率，这样可以保留更多的画面细节，提高观看体验。直播一些动作类的游戏、竞技类的比赛、知识类的新闻等内容，你可以选择2次编码1/4分辨率，这样可以降低编码的负担，提高流畅度，减少卡顿和延迟。其他的我们仍然保持默认设置就可以啦。点击应用，直播服务，这里我们选择自定义服务器和推流码，这个我们需要去哔哩哔哩平台去拿。从浏览器打开哔哩哔哩平台，找到头部菜单栏里的直播菜单，点右边开播设置，选择直播分类，设置直播的标题、封面，然后点击开始直播。这时候会出来一个服务器地址和串流密钥，我们把这2个分别复制到 OBS 这边的服务器和推流码输入框中，点击应用，再点一下确定。这个时候 OBS 就和我们的哔哩哔哩直播关联上啦。点开始直播，这下面有个蓝色的信号小图标，说明已经在正常推流了。这个框里面的画面会显示在 B 站直播间中，下播的时候也要记得在 B 站这里点击关闭直播，然后到 OBS 这里点击停止直播，就会停止推流了。我们看到这个画面现在显示的是我打开的游戏，这个是直播间观众看到的画面，也就是下面来源这项里面的内容。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的直播间，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场景设置和来源设置。场景就好像是你的一个房间，来源是你要往房间放置什么家具，不同的场景可以根据需求摆放不同的家具。在直播的时候，你可以建立一个直播场景，比如我是一个游戏主播，直播场景关联的来源里有游戏画面、摄像头、弹幕等。那如果你在中途休息的时候，可以建立一个休息中的场景，休息中的场景关联的来源里有背景图片、音乐、暂时离开字样的文本显示等。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直播场景，我改一下场景名字，直播，在来源这里点加号。如果你想分享你的电脑桌面，选择显示器采集，就会把桌面内容显示在上面。如果你想分享游戏实况给观众，选择游戏采集，用这个录制游戏比显示器源节省电脑资源，不会影响游戏的性能。之前的视频已经讲过如何添加游戏画面，所以就不再重复啦。一般我们在做直播时，还会把摄像头放在这下面的角落。很简单，我们在来源这里添加视频采集设备，就改一个名字，摄像头，点击确定。如果你的电脑插了外接摄像头，下拉设备这里会列出来，选择你要使用的摄像头即可，点击确定。我没有绿幕，所以找了一个有绿幕的视频代替，和摄像头的操作步骤是一样的。我们用鼠标拖动这个红线线框，把摄像头画面调整到合适的大小，以及拖动画面到合适的位置。如果你担心鼠标拖错了画面，把游戏画面移动了，没关系，在来源这里点击这个锁锁住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鼠标随意操作都不用担心会影响到游戏画面了。点击这个眼睛可以直接把画面隐藏。如果你想让观众看到更多的游戏画面，可以把摄像头的背景都去掉，
只留人像部分，你需要在人像后面放一块绿幕，在来源这里找到摄像头，点击鼠标右键，选择滤镜。假设你的绿幕不够大，绿幕周围有些杂物，比如电灯、位置、床，点击右下角加号，选择裁剪填充，左边往里缩800，右边也往里缩800，这个值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调，调多少都 OK 的，只要能把周围的杂物裁剪掉，只露出人像就行。点击关闭。我们来看看效果。好，现在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干净的画面。接下来我们把背景变成透明色，还是在来源这里找到摄像头，点击鼠标右键，选择滤镜，点击左下角加号，选择色度键，关键颜色类型选择绿，画面就变成了透明。当然你也可以用其他颜色的背景，在这里选择相应的去背颜色就可以了。不过绿色背景是抠图中最常用的颜色，也是最适合抠图的颜色。接下来我们拖动这个相似度的值，往左拉，不能拉过了，拉过了人物会虚化掉，我们拉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即可。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还有一些绿边，没关系，我们把平滑这个值往右拉一点，直到刚好把绿边全部去掉。这个也不能拉太过，拉过了人物也是会虚化掉的。下面这些值一般都不用动的，我们直接点击关闭。OK， 这个时候我们的背景就抠掉啦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分享了如何使用 OBS 进行直播抠除背景画面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记得点赞关注我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